王毅再次就任外交部长以来的首次外访，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当地时间12号，王毅抵达此次东南亚之行的最后一站柬埔寨。在检方刚刚举行大选、即将组建新一届政府之际，中柬高层互动释放了什么信号？王毅此次在东南亚三国均提到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又有何深刻意涵？来看报道。在此次东南亚三国行的首站，王毅受到新加坡方面高规格接待，在2天行程中分别同总理李显龙、第一副总理黄循财以及外长维文会见。王毅11号会见李显龙时表示，两国今年3月共同宣布将中新关系提升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为双方高水平互利合作开辟了新前景。相信中新关系将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继续走在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前列。王毅同时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增长，是稳定因素的增强，将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带来持久红利和发展机遇。李显龙表示，新方高度评价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决心和努力，将共同推动新中合作不断前行，开辟两国关系新的未来。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期待大国发挥引领作用，寻求互利共赢。新方支持东盟、中国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包括新加坡媒体在内，舆论普遍关注王毅在会见李显龙时指出，美国出于维护单极霸权需要，不愿看到中国等新兴国家发展振兴，一方面纵容支持台独势力以美谋独，冲撞中国的红线底线；一方面撕去公平竞争伪装，胁迫他国搞针对中国的单边保护主义。这些倒行逆施只会损害其自身信誉，向世人证明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王毅当天会见新第一副总理黄循财时则强调，当今世界乱象丛生，唯一正道是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大国尤其应作出表率。中新关系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提供了正能量。我们愿同新方加强多边事务协调，展现中新关系新定位的丰富内涵。希望黄循财作为新加坡第4代领导团队领军人，为此做出新的贡献。黄循财表示，新方反对丛林法则、强权政治，将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护世贸组织规则，维护公平、开放、包容的合作框架。新方赞赏中方为地区可持续发展和稳定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期待赴华共同主持新中双边合作机制会议。此前一天，新加坡外长维文为王毅一行设宴款待。外界注意到，王毅下车后，维文首先为自己没有打领带而道歉，随后两人亲切拥抱，王毅也自然地拿掉领带赴宴。有观察指出，双方的举动均展现出真诚态度。维文在晚宴结束后，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很高兴欢迎我的朋友王毅来新，我们在植物园很好的共进晚餐，并就多个战略课题进行了广泛交谈，包括促进新中旅游和商业往来，以及航空互联互通等。两人也就区域和国际发展交换意见，包括推进东盟和中国的合作。新加坡联合早报提，王毅上次到访新加坡是在2021年，此次则是他在任外交部长后外访的第一站，显示对于这个东盟风向标国家的高度重视。而他和维文上个月刚在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见面，这次王毅恰好在新加坡国庆日的隔天到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刘畅向深圳卫视表示，尽管王毅此访的一个关键背景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加大挑拨力度，针对中国制造分裂对抗，但纵观王毅在新加坡的3场重要会见，显示此行更重要的目的是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他此次出访，他的主要目的、主要的考虑也都是这个一带一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有落实中方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寻求和东盟探索更多的合作机会，挖掘更多合作潜力。我想这个呢是双方更加关心的一个问题。当然，区域和平稳定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同时呢，这次王毅外长在新加坡和新加坡方面呢，也就一些人文交流、疫后复苏。文化这方面呢，包括直航这些问题呢，也都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关切都是很多的。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后，王毅于11号下午抵达马来西亚，与总理安瓦尔等会晤，随后将于12号至13号访问柬埔寨。外界预计，王毅届时或与刚获任命为柬埔寨首相的洪马奈会面。观察指出，王毅此次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柬埔寨都是区域内颇具代表性的国度。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有着新定位，也就是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而中国与马来西亚和柬埔寨则面临命运共同体建设如何走深走实的议题。因此，通过对这3个东南亚重要伙伴的访问，释放中国将继续坚定同东盟加强合作的积极信号，有助巩固与进一步提升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我想呢，这次访问呢，可以向这3个国家传递出一种继续加深双边关系、全方位的发展各方面的合作这样一种积极的信号。我们对东盟以及国际社会也传递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呢愿意继续为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为维护区域的行之有效的这种秩序和地区架构呢继续做出努力，让这个区域的和平发展更有保障。同时呢，也为下半年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做好铺垫、做好准备。香港南华早报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与东盟关系专家骆明辉的话说，鉴于东南亚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具有重要意义，王毅在重新担任外长后将东南亚作为首访目的地并不令人意外。他还预计南海问题会被提上议事日程。上周末，菲律宾2艘运补船和2艘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实施必要管控，对非搭载违规建材的船只进行了拦阻。有舆论担忧，中非最新争端可能影响围绕南海行为准则展开的谈判。上月在雅加达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各方宣布南海行为准则2读成功完成。但分析认为，由于各方在磋商进程上取得进展的政治意愿强烈，此次争端难以影响地区国家就地区危机管控达成共识。正如新加坡外长维文此前所说，新加坡虽然不是南海主权声索国，但作为该地区的国家，南海和平与稳定符合各国利益。新加坡将尽最大努力促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发挥具有建设意义的作用。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7号发文称，美国是一个遥远的超级大国，却对距离东盟很近且对东盟经济发展很有价值的中国紧抓不放。相信马来西亚当局明白该如何处理与中国在南海的争议。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中方出访呢，我想也体现出了中方的一个强烈的积极的信号，那就是南海问题不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的全部，更不是中国和东盟关系的全部。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这次事件上起到了一个非常坏的作用，加紧了干涉、干预、破坏南海的区域稳定。我想中方这次呢，通过实际行动呢，也表达了我们愿意排除这种域外的干扰、干预，共同和东南亚国家维护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观察指出，华盛顿已成为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顺畅发展的最大破坏性因素之一。近年来，美国寻求将东盟纳入其同中国战略竞争的计划中，这为东盟国家的未来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继拉拢菲律宾以对抗中国后，美国又打算将黑手伸向越南。在近期的一场政治募捐活动上，美国总统拜登故作神秘地对外宣称，越南希望升级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想成为美国的主要伙伴，因此他决定很快前往越南访问。实际上，今年以来，越南成为多名美国政要的热门目的地。副总统哈里斯、贸易代表戴奇、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相继到访。然而，对于美国的意图，越南心知肚明。尽管有意与美国继续发展关系，但目前美国仍然属于越南对外的第3层级外交关系。而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10号正在中国访问的越南常务副外长阮明宇向中国副外长马昭旭表示，发展越中关系是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越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高层共识，加强交往，深化合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同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荣还同阮明宇举行中越外交磋商。当地时间13号，柬埔寨首相洪森和后任首相洪马奈在金边会见王毅。洪森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柬关系，在柬埔寨大选后第一时间发来贺电，并派中国高级代表团访柬，充分体现了中方对柬埔寨的坚定支持和柬中铁杆友谊。
洪马奈表示，新一届政府将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友好，始终如一弘扬简中传统友谊，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强战略协调。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简方筹备好下阶段高层往来，更好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和简政府提出的五角战略，助力柬埔寨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双方要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进执法安全合作，办好中柬友好年系列活动，扩大两国人文、青年、地方友城交流，进一步夯实中柬友好民意基础。同日，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会见王毅。此前一天，王毅还会见了柬埔寨副首相贺南红、后任副首相孙占托和后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首相助理大臣宋金达。本月7号，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发布王令，任命洪马奈为新任首相。现年45岁的洪马奈是柬埔寨首相洪森的长子，因带有美国西点军校及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教育背景，有评论人士认为，洪马奈就任后，柬埔寨外交政策可能会向西方倾斜。但基于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的中柬传统友谊，及今年2月洪森首相访华时，两国共同提出的钻石6边合作架构，观察指，中国仍是柬埔寨新政府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中国对柬埔寨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这个人文的交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不管这个柬埔寨国内的政治有何变化，中国都是柬埔寨半步调的邻居。柬埔寨的发展和中国是利益攸关，所以稳定和发展的中柬关系符合柬埔寨，也符合中国的共同利益。王毅此次外访是应新加坡外长维文、马来西亚外长赞比里和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邀请，在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中，中方与东南亚3国共话传统友谊，深入交换看法，共谋合作机遇。观察指，在近来美国加大对东盟国家拉拢，在东盟与中国间制造分裂的大背景下，此访有助于巩固与进一步提升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释放中国将继续坚定同东盟加强合作的信号。其中，持续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成为王毅此访的高频词。王毅在同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会见时表示，两国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新加坡第一副总理黄循财肯定新中两国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马来西亚外长赞比里也表示，马方将继续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全力推进重点合作项目。柬埔寨后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首相助理大臣宋金达还对王毅表示，期待两国打造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样板。柬埔寨皇家科学院访问学者杜甫温、公共关系部主任申尚日前则在媒体撰文指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迄今为止最有壮志雄心、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发展项目。同许多国家一样，柬埔寨的基础设施、经济和文化建设都极大地受益于该倡议。东盟是中国周边地区重要的这个国家，我们也知道这个近期这个中国和东盟关系也有一些这个不利的一些因素，特别是在南海方向，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追随美国，有可能采取对华不利的政策。王毅外长去东南亚一些重要国家访问，很显然是要表明中国对东盟的这个政策的延续性，以及继续巩固和发展双方的关系，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作为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中方正同合作伙伴紧密沟通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相关事宜。不过，在论坛详细信息尚未公布的情况下，就有外媒频繁唱衰“一带一路”倡议，炒作部分发达国家领导人将不会出席论坛。据一名熟悉论坛筹备情况的知情人士11号对媒体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邀请的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外媒所提到的一些发达国家领导人本就不在邀请之列，回避与会的说法并不成立。一些西方媒体和个别人士大可不必自我贴金、自作多情。高峰论坛的成功与否不取决于发达国家与会的数量。
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中方举办本届高峰论坛的核心目的是共谋发展，且共建“一带一路”的参与方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因此受邀与会的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来自发展中国家。现在“一带一路”已经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的关注和这个支持。有许多国家加入其中，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呢，本来发展中国家就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这样一个主体，发达国家呢是极少数，所以我们是保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首先是邀请发展中国家作为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个来源来出席，另外我们也不排斥有意愿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发展的发达国家参与其中，这体现中国外交的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这样一个态度。事实上，在了解到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今年举办后，很多国家主动联系中方，表达本国领导人希望获邀参加高峰论坛的强烈意愿。据俄媒报道，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在电视节目上表示，自己计划于10月访问中国，并可能在此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报道还称，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多迪克10号表示，他也计划今秋访华，并届时与普京会面。而俄总统普京日前已收到访华邀请，并计划在今年10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赴约。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王毅外长正在柬埔寨访问，这是他东南亚3国行的最后一站。那您怎么看他的此次出访？“一带一路”为何成为他此行的高频词呢？今年呢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这10年呢有很多具体的项目得到了落实，不仅造福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强化了相关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和文化联系，促进了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那么今后的“一带一路”呢，就要向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发展了。这里的高质量呢，有3个含义：一呢是要提高合作项目的质量，无论在项目设计还是在实现路径上，都要提高质量，顺应新时代的发展。2是呢，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地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世界的多元化，强化独立自主的意识，对冲新冷战给全球化带来的破坏力量。3呢是要警惕美西方以安全为名，不仅要分化和他们的价值观不同的国家，还要通过霸凌式的选边站来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脱钩断链，甚至要冲击“一带一路”建设。今年呢，美国就又使菲律宾选边站了，用军事合作来打破与中国的经济合作。那么在仁爱礁故意挑起了事端，怂恿中菲对抗，破坏南海和平与安宁，从而呢赋予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需求。那么接下来呢，美国还会在东南亚国家捣乱，要东南亚国家选边站。要是其他的国家呢也和菲律宾马克思政府一样，那么合作共赢的南海就会巨浪滔天，越来越厚实的“一带一路”也可能被打破。所以呢，中方希望东南亚国家呀对幕后黑手保持必要的警惕，把维护南海和和平稳定的主导权呢掌握在自己手里，推动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要知道呀，就是在经济领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美西方呢也想来砸场子。美国呢与7国集团盟友提出了所谓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欧盟推出所谓全球门户计划，要通过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型基建项目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尽管他们呢刚才起步，既没有中国的灵活性，也比不上中国丰富的工具箱，但是他们呢也许本来就不是为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是为了制约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真心合作。所以说呢，王毅在新马建的访问行程中，既要强化双边合作关系，也强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且直言不讳地揭露美国是当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这个东南亚国家呢，要对美国的动作呢有清醒的认识，这选边站队不符合自身的根本利益。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中方将举办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但一些外媒炒作部分发达国家领导人不会出席，那您对此怎么看呢？中国举办“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邀请谁参加或者不邀请谁，由东道主说了算。我估计呢，一些外媒炒作部分发达国家领导人不出席，大概呢是他们没有接到邀请信，所以呢有点酸涩，便利用媒体来炒作一下。
我们还不清楚他们是通过炒作要一封邀请信呢，还是真的不愿出席。不过呢，从中国为人处事的方式看，一般呢对国际合作都是持开放态度。今年7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筹备会议上，中方和与会的各国代表均认为，这个一带一路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有力地促进了各国互联互通，在推动国际合作和促进开放性世界经济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欢迎各国参加，共商、共建、共享合作成果。那么，2019年呢，北京雁栖湖举行的第2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共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的近5000名这个外宾呢出席，涵盖了全球的5大洲各大地区，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日本、韩国、欧盟呢也派出了高级代表与会。但今年呢，召开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个世界局势也变化不小，已经呢与4年前大不相同。一呢是美西方推动的去风险正在撕裂世界，是反全球化思维；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呢，是推动全球化的行动，背后呢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个道不同啊，不相与谋。一些发达国家呢不出席也就那么回事，不会影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而是美西方呢也试图捣乱一带一路。美国和7国集团呢有所谓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欧盟呢有所谓的全球门户计划，其目的呢不是要推动全球经济合作发展，而是要来制约中国，抗衡一带一路倡议的。他们不到场呢，就少了一些争吵和捣乱，也许呢会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开得更加顺利，更有成果。商务部11号首次发布美国旅行世贸组织规则义务情况报告，首次以大量的事实和案例，让世人看到了长期以来美国严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各种行为和做法。报道评估认为，美方此前推动的脱钩断链做法未取得预期效果。实际上，英国经济学人也认为，美国对华脱钩实际上是在假脱钩。中美贸易关系表面上看是在削减，实际上却在以更为纠结的形式加深。中国商务部11号发布《美国履行世贸组织规则义务情况报告》，梳理美国履行世贸组织规则义务概况，并作总体评价。报告指出，美国作为被世贸组织成员发起争端解决最多的成员，不仅选择性执行世贸组织裁决，还执意阻挠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并导致其陷入瘫痪，是多边贸易体制破坏者。美国长期以国家安全、人权和强制技术转让等为由，对其他成员采取单边措施，任意加征关税，滥用贸易救济，并利用其在经贸领域的优势地位，迫使其他成员服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无理要求，是单边主义霸凌行径实施者。美国大规模实施排他性、歧视性的补贴扶持政策，利用出口管制等手段限制其他成员产业发展，是产业政策双重标准操纵者。美国挑动脱钩断链，试图以单边关税措施倒逼产业链回迁，以巨额补贴手段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产业链供应链，以所谓价值观为基础推动近岸有岸外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扰乱者。分析认为，中方发布的这一报告以负责任的态度向国际社会揭露了美国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事实，体现了中国坚定维护世贸组织规则体系的决心和勇气，也表达了对美国真正发挥主要成员作用，与中国和其他成员共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和发展的期待。这份报告出台的话，可以理解为我们找到了一个跟美国打贸易战的一个主阵地，也就是说，我们终于可以站到这个比较有利的一个主阵地上。同时呢，我们也找到了很好的有力的工具，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那样看的话呢，事实上我们将通过各种数据理论依据提出我们的正义的一面。这样看的话呢，对于我们争取一个正义的应对，应该说是非常有利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美方此前推动的脱钩断链做法，报告的评估是未取得预期效果。报告指出，从美国自身来看，脱钩并未使供应链按预期回流美国，反而使美国企业和家庭承受额外的关税负担。
从全球来看，美国的做法不仅不会增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反而会导致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更加脆弱甚至分裂。在中方发布这份报告前一刻，美方还是执意将脱钩断链的做法扩展至投资领域。拜登政府9号发布对华投资限制行政令，限制美国对中国部分高科技行业进行投资。这次投资限制令所瞄准的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是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也是中国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上游攀升的关键。据美媒披露，这一行政令的出台耗时近2年，美方曾放风说会在5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出台，之后一再拖延，可见背后各种力量博弈之激烈。新华社的评论认为，美方一方面接连派高官访华，表态无意对华脱钩，一方面却出台投资限制措施，阻碍中美正常经贸往来，自相矛盾的信号难见其缓和关系的诚意。以霸权逻辑压制经济理性的韧性，更显其难弃打压遏制中国的执念，这无疑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困难。贸易摩擦一般反映的是美国内政的矛盾，所以呢，有些问题需要从美国内政的这个角度上去看。现在看的话，各派、各部门可能都要表现出一种政治的效果的追求，而不是经济效果的追求。所以总体的表现上，应该说是紊乱的、矛盾的这样的一种情形。国际舆论也注意到，美国推动的脱钩断链不仅难以奏效，也让其决策者骑虎难下。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日前刊文认为，美国对华脱钩实际上是假脱钩。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表面上看在削减，实际上却在以更为纠结的形式加深。文章称，美国想在印度、墨西哥、越南等国推进友岸外包，取代之前从中国的进口。数据显示，去年美国从低成本亚洲国家进口的商品中，仅有51%来自中国，低于5年前的66%。可问题是，美国盟友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也在增长。他们往往充当中国商品的包装中心，这意味着尽管美国可能不像以前那样直接从中国购买那么多产品，但两国经济仍相互依赖。文章引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一份研究结果显示，有时盟友出口到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产品，只不过是为规避关税而重新包装的中国产品。文章最后的结论是，讽刺的是，促进中美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分开的进程，实际上可能正推动中国同美国的盟友建立更牢固的金融和商业联系。显然，这是拜登始料未及的。贸易的转移始终存在的，那特别是在中美之间，那也存在着第三方对中国的投资之后的对美出口这样的一些转移的情形。所以一部分像墨西哥转移、加拿大转移，包括对东南亚转移这种情形是存在的。但是呢，这种情形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脱钩断链的形成。所以总体上看的话，在这个领域中表现出来的一些变化，还需要从更长一点的时间段上去考察、去观察。连日来，岛内媒体都在关注解放军是否会再次举行大规模环台军演来震慑台独。浙江海事局11号发布公告称，12号到14号将在东海进行一项军事演习。据台当局防务部门公布，自12号上午6时至13号上午6时，解放军军机7架次、军舰6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那为什么台湾的媒体要这样做呢？这叫政治效应。美国为什么只给你这样子呢？也是政治效应。我现在不要刺激中国大陆。台军退役将领帅化民表示，去年8月时任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台时，解放军举行大规模环台军演，是因为他当时是美国政坛的第3号人物。而这一次，赖清德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分量。军演呢，就像我们部队排的课表一样，因为他的新机新舰太多，他不停的演。那今天有的时候为了重大政治反应，我把这军演移到比较敏感的地方。所以军演呢，在我们行家来看，是你在什么地区演习，是不是很敏感？好，第二个是什么样多大的兵力在演习？第三个是什么性质的部队在演习？再看国际形势什么这个演习，才能看这个演习是不是具有威胁性。敏感的时间、敏感的地点，我们看这个演习它的
内涵跟本质。而台海军退役上校黄征辉分析认为，如果赖清德此次过境窜美期间做出出格举动，不排除解放军会采取后续反制举措。当然，你说后来会不会变化？我觉得跟他到美国去之后有没有踩到红线，因为现在北京采取任何的行动都是相当的明显的。如果他今天对台湾不满，那一定是环台，绕这里啊，绕一下，像裴洛西来就是这样子，麦卡锡也是这样子，就绕着你。多么清楚地告诉你，你不要猜了。那会不会呢？我觉得等着看有没有意外的。我相信只要有意外，这里就会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军演。好，下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赖清德打着所谓出访巴拉圭的幌子过境窜美，外交部与国台办发言人今天先后应询答问，表示坚决反对。那么您对此怎么看呢？是的，童迪。赖清德窜美这头灰犀牛，终究还是莽撞而来。他一头撞上的是本就敏感甚至是脆弱的中美关系。北京的态度非常明确，无论是对美喊话的外交部，还是对台喊话的国台办，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了3个坚决反对。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分子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窜美。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同台湾方面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值得注意的是，北京首先将板子打到了美国拜登政府身上，使用的措辞是美方执意安排赖清德过境窜美。什么叫执意安排？就是我们已经明确表态不准，美方却依然打开了方便之门。赴美旅行不久的驻美大使谢峰，前不久在阿斯彭论坛上就已经说得非常直白了。他说，当务之急是坚决挡住赖清德窜美这头正向我们冲来的灰犀牛。美方挡住了吗？是挡不住，还是压根儿就不想挡呢？执意安排这4个字，充分说明问题。此外，我还留意到，中方将赖清德定义为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这是一个绝对会让美方DNA 动了的关键词，因为美国人曾将在任上主张所谓一边一国的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痛斥为 trouble maker。2007年，陈水扁窜访中美洲时，美方只让他的飞机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技术经停，趁着加油的2个小时，让他在机场上活动活动腿脚，用这种方式教训陈水扁这个台海搅局者。因此，台湾岛内舆论对赖清德此次窜美之行早有预期，那就是穷则安克雷奇，达则旧金山、纽约，要想去华盛顿，想都别想。赖清德此次窜美之行有什么特点？美方又是如何小心处置的呢？赖清德此次窜美有3个身份，一个是岛内民进党当局的2号人物，一个是民进党党主席，一个是获得民进党提名参选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参选人。因此，我认为赖清德在美国无论见了谁，哪怕只是美国政府一个小小的9品芝麻官，也会让事情的性质变得复杂。中方给出的定义非常明确，美台勾连以过境为幌子安排赖清德在美从事政治活动。我个人认为，中方公开给赖清德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也是在提醒美国方面，这个梳着中分头的油腻老绿男大概率会是下一个陈水扁，是一个令美国头疼、想当棋手的棋子。事实上，赖清德在窜美前夕就已经翻过车了。他公开说，当台湾的领导人可以走进白宫，我们追求的政治目标就已经达成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分明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对岛内独派最赤裸裸的表白。美方当即用英国金融时报放出风声了，狠狠地修理了一番赖清德。因此，赖清德此次窜美就变得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台媒首先关注到了一个细节，赖清德是搭乘华航航班启程的，并非所谓的专机。就有外媒认为，赖清德此行很大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营造自己稳健可靠的形象，消除美方的依赖担忧。另一方面，美方虽然没有公开阻止赖清德这头灰犀牛过境，但还是在华盛顿4周筑起了无法逾越的高墙。美国爸爸固然坏，却不蠢呐。事实上，对于台湾岛内的政客而言，窜访美国一直希望离华盛顿越近越好，哪怕只是去 DC 街头喝一杯咖啡、吃一个热狗，都能在岛内吹嘘一番。
因此美方的安排也成为美台勾连融洽程度的温度计。安克雷奇、旧金山、纽约距离华盛顿的里程由远及近。某种程度上看呢，赖清德能够如愿像蔡英文一样取到纽约，已经表明了美国政府的某种态度。另一方面，台湾岛内舆论非常关注解放军8月12号至14号在舟山附近海域进行演习的动向。那时间节点恰好与赖清德启程窜美吻合，这是否也折射了岛内的一种心虚？我个人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演训计划遵循自身练兵备战的节奏与逻辑，不会被谁牵着鼻子走。解放军在台海实施常态化实战演练，练的终究是解放台湾。只要台湾岛内那一撮台独分子还在蹦跶，军事准备与军事斗争这根弦就不会松。我也认为，解放军近年来在台海方向上的军事演训有着明确的针对性，针对的是岛内挟洋自重的台独分子，针对的是妄图以台制华的境外势力。尤其当演习规模、实战意味空前的时候，往往也是台海方向上出现重大变故的时刻。这是一个套在敌人脖子上的绳结，你每多做一件错事，这个绳结都会不可逆地收紧。因此，台湾岛内一些媒体当然是从这些一系列所谓的巧合与吻合当中嗅到了某种必然性的趋势。赖清德跑去美国，岛内会不由得紧张，这就对了。这首先说明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务实台独工作者这个人设是有警惕性与预见性的。某种意义上看，也正由于台独分子与外部势力勾连越发明目张胆，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概率正在空前的增加。战争与和平的辩论正在成为岛内最受关注的热点议题，它甚至正在影响台湾2024年选战的实力消长。选择赖清德就是选择战争，这句话在岛内是有传播力的，下架民进党也是具有号召力的。因此，与其说赖清德过境美国令岛内民众担忧，倒不如说是赖清德的台独底色令台湾民众担忧。从这个角度上看，台湾大部分民众已经形成了台独等于战争的共识。当地时间8月11号20时10分许，俄罗斯联盟 2.1B 运载火箭搭载月球25号探测器顺利升空，预计飞行数天后，探测器将进入月球轨道，并在月球南极地区着陆。如果着陆成功，月球25号将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在月球南极着陆的探测器。西方媒体注意到，当前俄乌冲突仍在高强度持续，俄航天计划受到西方的制裁和孤立。这次探月发射对俄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据俄新社11号报道，载有月球25号无人探测器的运载火箭从俄罗斯阿穆尔州东方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这标志着俄罗斯重启从苏联时代起已终止47年的探月任务。火箭发射升空约9分钟后，载有探测器的舰体与3级火箭分离，进入地球轨道。约1个小时后，月球25号探测器开始飞往月球。预计飞行约4天半后，探测器将于16号进入距月球表面约100公里的月球轨道。此后将多次调整轨道。预计21号，探测器将在月球南极的博古斯拉夫斯基陨石坑附近进行软着陆。若着陆成功，月球25号将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在月球南极着陆的探测器。月球25号是苏联自动星际探测器月球系列的延续。1976年，苏联月球24号探测器成功在月面软着陆，并采集月岩样品带回地球。此后，苏联就再也没有实施过月球探测任务。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力复苏，俄罗斯开始重启月球探测计划。不过，由于技术等各类因素，最初计划的2019年发射的月球25号经历了多次推迟。据俄新社报道，月球25号探测器的主要任务是完善软着陆技术，探索月球表面，研究月球内部结构、土壤、水资源、宇宙射线和电磁辐射对月球的影响等。探测器总重1750千克，与一辆小客车大小相当。携带31千克科学设备，没有返回器。任务期限为1年。探测器还配备一个机械臂，可以在数十厘米处进行月球土壤采样。
俄新社11号称，月球25号完全体现俄罗斯元素，基于俄空间一系领域最新成果建造，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全新国产。俄罗斯希望借此成为首个到达月球南极的国家，以此证明自己仍拥有与世界大国地位相称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俄国家航天集团总裁鲍里索夫的话报道，俄罗斯定于2027年发射月球26号探测器，2028年发射月球27号探测器，2030年或更晚些时候发射月球28号探测器。俄罗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探月任务，也成为西方媒体议论的焦点。英国卫报称，在俄乌冲突及西方制裁持续的背景下，月球25号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如果成功，将证明俄罗斯有能力在不与西方合作的情况下开展此类项目，没有因西方制裁与孤立而严重受损。我们先辈的雄心。法新社提起俄总统普京去年在东方航天发射场的演讲内容。普京当时称，当年尽管面临着制裁，但是苏联仍然在1961年将世界上第一个宇航员送入了太空。如今俄罗斯依然面临西方的制裁，但莫斯科将继续推进其探月计划。他这个探月成功也好啊，包括去其他星球也好，这些东西它显示出科技能力，它表明俄罗斯的科技能力还是很强。俄罗斯打到今天这个情况呢，它的国力就是据他所说啊，并没有削弱，并没有削弱，包括它经济呢，其实也在慢慢恢复。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是不仅是要秀肌肉啊，它是要显示就是说它没有受到俄乌冲突的所谓的影响，就因为美西方呢希望俄乌冲突给俄罗斯带来灭顶之灾，但是俄罗斯经济包括国家的雄心并没有受此影响。俄科学家表示，月球25号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月球南极地区确认是否存在水的可能性。几个世纪以来，天文学家一直想知道月球上是否存在水。月球比撒哈拉沙漠干燥100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018年绘制的地图显示，月球阴影部分存在水冰。2020年 ，NASA 又确认月球受阳光照射的区域存在水。俄罗斯报网站引述俄国家航天集团远景项目和科学执行主任布洛申科的话称，对于月球来说，水本身就是非常珍贵和重要的资源。从地球运水到月球成本非常昂贵。如果月球南极存在大量水冰，未来可研究就地取水，并为后续开发和利用月球资源提供能源等。此外，月球南极可能存在极昼和极夜现象，极昼期间可能出现长期连续的光照，更加有利于探测器长时间开展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俄罗斯发射月球25号的时候，印度的月球3号探测器已经上路好几周，并已经进入月球轨道。印度将和俄罗斯争抢谁是第一个在月球南极着陆的国家。根据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估计，月球3号球探测器将于8月23号登陆月球。路透社称，世界进入探月竞争时代。近年来，中国、美国、印度和日本等国家相继开展月球探测计划。除了俄印近期的活动，美国的阿尔忒弥斯计划拟在未来几年实施载人登月任务。此外，日本计划在本月26号发射无人探测器进行登月活动。年底前，还有美国2家私营航天公司计划登月。而中国的嫦娥6号登月计划将于明年5月实施，而今年7月12号在武汉举办的第9届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张海莲介绍了中国载人登月的初步方案，表示将研发新一代火箭、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等装备，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科学探索。俄独立电视台网站11号还引述俄国家航天集团总裁鲍里索夫的话称，俄在2030年完成月球28号任务后，将与中国同行一道开启探月计划的新阶段，共同研究载人登月和建设月球基地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长期的重要计划，俄罗斯和中国希望世界更多国家能够予以支持。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纳尔逊日前却称，不希望中国率先载人登陆月球南极。So naturally, I don't want China to get to the South Pole first with humans and then say this is ours.
stay out. 观察指，由于担忧中俄的竞争，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登月计划，同时企图孤立中俄。对此，俄斯滕伯格天文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尔金表示，探月是整个人类的科学探索，本应重在合作，但如今却被美国用意识形态割裂。俄 News 新闻网称，相较于西方的封闭心态，俄中推动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更加开放，欢迎并准备同国际伙伴进行更广泛交流合作。以美国为首的这个美西方国家呢，它其实是采取零和游戏啊，采取这种有你没我的状态，所以说它也在客观上增加了双方的敌意和隔阂，同时呢也为它的科技进步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享某种科技进步或者所有科技进步，但是呢，相对而言呢，中国、俄罗斯就代表了另一种态度，尤其是中国中国是纯开放的。我在这个探索未来未知的领域中，我是不介意跟其他国家分享不介意跟其他国家合作。那么也反映在我们太空的探索中，也是寻求多赢，寻求合作，寻求共同的科技进步。